大家好，众所周知，中国的影视创作是必须要为政治服务的。那么，政治是什么呢？政治说白了就是无处不在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影子了。活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活在了这个影子的下面。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无论郑晓龙还是湖南卫视的天天兄弟，赵丽颖的《幸福到万家》为什么被降级处理了呢？王一博的待播剧为什么突然之间个个都成为了热馍馍了呢？当潮水退到了一个水平线的时候，或者说当时间走过了一个节点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很多的真相真的不是我们的想象。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老实说，郑晓龙老导演也是挺难的。他不是制片人，不是执行人，不是出品人，也不是策划人，他只是负责艺术创作的包工头而已。结果呢，他就成为了决策人，被推到了前台上，间接去解化了《幸福到万家》为什么会闲置空转了1个多月。他说，本来计划与央视合作的，却因为早已签约了2家的卫视，跟着呢，后期协调也没有成功，因此呢，事到如今，为此深表遗憾，云云云云。说实话，在新闻我永远都语别不同的眼里，这解释即便是漏洞百出，却也无法直说出来。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一个重要的事件，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他，却故意省略掉了。这就像我之前聊过的无名预告片的时候所聊到的一个大大的问号一模一样，那就是为什么程耳导演要放出了一个亦正亦邪的王一博的形象出来了呢？有心的朋友们都知道，王一博以前所有主演过的影视剧都有2个相当显著的特点，一个就是以拍摄古装剧为主，一个就是在剧中所饰演的大部分的角色都是高大帅气的正能量化身的男主角色。偏偏从这个电影无名的短短的半分钟的宣传片当中，导演程耳让大家伙一致看到了一个参与毁尸灭迹、自带大量悬疑的奇特角色出来了。可见王一博这一次在影片当中所饰演的这个叶密，似乎不是什么好人，反倒更像是一个反面的冷血角色，也就是所谓的坏人了。那么程耳是要告诉大家伙，告诉观众们什么呢？想要传达出来怎么样的一个王一博最新的形象出来呢？可以说这个形象要么是颠覆性的主，要么就是中庸性的配。这个问题就像时代证据《幸福到万家》在央视眼中之前与之后的位置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我已经聊过了，之前也就是去年年底，该剧可是个明晃晃的主。然而呢，在2022年年度的证据之王人世间的面前，预计同期上线的他，却又突然之间变身成为了配了。现在好了，《幸福到万家》在央视播出已经是无望的了，连配都不是的了。因此，该剧在制作的整个过程当中，就已经签约了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制作完成之后呢，被央视一套相中了。跟着呢，赵丽颖一边积极配合央视的造势宣传，一边诚惶诚恐的首次现身了央视的春晚。结果呢，央视一套最终放弃了《幸福到万家》，让郑晓龙老导演
通过采访的方式，最终确认该剧定档在了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步播出了。也就是说，通过时间轴，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一切的周折都从原点又回到了原点。所有的周折、彩排、宣传、付出、劳累和汗水，都由这个倒霉的赵丽颖给生生的吞了下去。她为了幸福所付出的一切的努力，都没有最终换来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口碑和最好的回报出来。这就是举国机制下的魔力所在了。给你是你的福分，不给你就是你的命运了。离开了湖南娘家的王一博，现在算是如日中天了，成为了央视垂青下的不二的人选了。其爆表的热度算是红透了党媒官媒的纸背了。这种人气的加温和狂欢，都是政治上的影子，都是背后的任务。4年前热到没朋友的吴牙签，照样是因为争议性超强的某种不可抗力，热到了全球最霸的冠军宝座上了。2018年，央视力邀这个吴亦凡出席了5月的鲜花，并额外加送了一个优秀青年演员的称号给他。2018年，吴亦凡火拍影帝梁朝伟联合主演的《欧洲攻略》隆重上映了。即便该片票房和口碑齐齐的双失，影评仅仅 3.5 分，分数其实无妨。重要的是梁朝伟这3个字。2019年，吴亦凡的时尚、商务、巡演、综艺算是全面的开花了。同样的，2019年，吴亦凡在党媒的专访中一语双关的表示说，最大的危机感来源于自己。他说，对于我来说，我更多的是去想着怎么样去不断的超越自己以前的作品。这种的谦逊与娱乐圈的政治气候与政治任务可谓息息相关。圆满完成国家安排的政治任务、文化任务的话，不仅前途无量，而且会有免死令牌的加持。环顾整个的那一圈，只有一个完完全全没朋友的人算是拿到了免死令牌了。他就是政剧之王长津湖里面的那个要钱有钱、要名有名的关键的人物了。那么您知道在吴亦凡风光无限、风头无两的那2年里面，娱乐圈当中最亮眼的政治任务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老导演郑晓龙恐怕最有权威去解释了，也最有切肤之痛不想说的。因为去年的一出长津湖，就让这个郑晓龙老导演深刻的体会了一把不为政治任务让路的人生最大的滑铁卢出来了。若干的个中的详情与干货，欢迎您自行的回顾一下。要知道，去年也就是2021年，可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开天辟地的大日子来的。任何娱乐生平都绝对要为反美抗美扫街开路、鸣锣开道的。这就是政治挂帅的政治任务了。自带无穷流量和影响力的娱乐圈更加需要自省自查。任何人都应该懂得什么可以去做，什么
不能去做，什么时间可以去做，什么时间不能去做。当然了，吃瓜的群众们通常不会去深入的考虑这些背后的规矩、麻烦、条条框框的，有的看就看，没得看就算，就这么简单。因此，对于郑晓龙老导演的回应，吃瓜的群众们失望之余，也更加的期待了。大家伙儿都表示说，不管在哪儿播，不管什么时候播都行，都接受，只要能早点看到就行了，越早越好。而且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选剧方面也是特别严格，特别靠谱的。所以呢，这两家的卫视一起合推《幸福大玩家》，的确可以让粉丝们少了些遗憾，多了些宽慰。有趣的是，老导演郑晓龙还特地的向观众们大派了自己独有的定心丸，也就是说，他强调说，《幸福大玩家》的剧情足够真实。这种真实说白了，也同样真的是一语双关的。其一，这2年来那些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连续剧，已经不再是甜宠剧、仙侠剧的天下了。这类的剧情，即便年轻人们依旧热衷和喜欢。然而呢，观众们的欣赏的水平，其实也在各种的直接的、间接的导向下，不断的提高当中。观众们的观影的心态正在潜移默化变化当中。真实加地气，农村加幸福的现实题材，很明显，不仅安全系数超高，也更加容易吸引观众。其二，就是对比那部年度正剧之王《人世间》，大量的慢镜，大量的旁白，大量的现代的三观，让这部号称年代剧悬浮在了剧情和对白的上面，而不是里面。所以呢，有对比就有伤害。相信老导演足够真实的彩蛋当中，既是对赵丽颖演技的一种肯定，也是对剧情与对白的一种信心来的。在新闻我永远都与别不同的眼里，郑晓龙老导演去年吃了一顿政治任务的亏，今年还是吃了同样的政治任务的亏，而且这回还连带上了那个倒霉的赵丽颖。而这种亏说白了，其实也是一种哑巴吃黄连的亏。而今年的政治任务无论是啥，其实另外一边厢都让王炸弟弟王一博顺顺利利的给搭上了。这无疑是王一博难得一回生逢其时的强劲的东风了。同样，在2018年的5月，当加拿大人吴亦凡被央视突然之间发力热捧的时候，当时正值习近平总书记4大开放的举措拍板定调了，目的就是明晃晃的向当时的特朗普政府示好。此时此刻，中美之间不打贸易战已经成为了双方的共识了。那时生逢其时的国际友人吴亦凡，跟现在这个生逢其时的国际友人谷爱凌，出现的时间点和国际的背景音完全情景雷同，一模一样。跟着呢，2019年正值党国70周年的伟大的华诞，于是乎扩大开放一带一路文化输出如火如荼了。可以说当时的吴亦凡人生当中最大的机遇，最宠的高光算是来了。
正如他当年所说的，最大的危机感来源于自己。说到这儿，您懂的。好了，说到这儿，还是那句，也就是时间有限，未完待续。明天我们再见。